别再想着陈真了，这是你无法选择的。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别人的女人了。这就是你的祖国给你的自由，你应该感激。 师傅，冤家，大哥他，师傅，日本武士伊藤向您挑战，师伯看您尚在戒烟，便替您出战，结果您当年在天街打败的那个日本浪人宫本。 就是这个人的妹夫。冤家，大哥的仇不能不报，可是你现在去无异于送死啊！还是先想想大哥的后事吧。 你说这陈真到底跑哪儿去了呢？啊，可能是去找王姑娘了吧？振生，哦，倩楠，赵姑娘，你们看见陈真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刚刚还提到她呢。对了，要不我把这事情告诉师傅吧？哎，还是先别说了，袁家会担心的。哦啊，如果过几天陈真回来了，还是让他见见袁家吧。袁家前几天还提到他呢。好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走吧。啊，你也早点歇着。 云姐，听袁甲说，元武大哥要葬在京城。他们习武之人，输了是没有脸面回家的。 等过几天，元武大哥下葬了，我把他的灵位带回去吧。云姐，你又要走啊？我要回静海。袁甲知道吗？我怕他知道了，他一劝我，我就舍不得走了。既然是这样，就不要走嘛，
留下来照顾他不好吗？自从你们离开了静海，我待在老家伺候爹和娘，打理家务，其实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当然心里还是挂记着他，但一想到有你在，我自然也就放心了。有你在元甲身边，也可以为他排解不少后顾之忧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尤其是这次来看到你为元甲处理好这么多事，我就更应该回静海去了。可是云姐，我真的有点舍不得你走。倩楠，我们一起去做饭吧。算了，哎呀，陈真，哎，你这两天干嘛去了？又去见王姑娘了？我师傅在吗？在啊。对了，师傅说了，叫你一回来就去找他。哦，振生，你手上有没有些银两？有啊。哎，陈真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以后再慢慢说吧。你帮我准备一些银两，我见了师傅之后你就给我吧。好，谢谢。走了。师傅，哎，晨晨，师傅，你回来了？哦，哎，过来坐。这几天去哪儿了？我对不起你啊，师傅。对不起什么？哎，师傅，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不错，比以前好多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没有。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不过算了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不一定要说出来。不是，师傅。你要提防王希文，他不安好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总之他不是好人，他不是师傅你想象那种人。是不是他阻止你和王姑娘交往？要不然呢，就是你和王姑娘吵架了。不是。师傅，你这么讲，就是不相信我。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啊？我看这样，不如哪天我约王先生吃饭，让他把王姑娘也带过来，我们一起把事情说个明白。我怕那一天，陈真都已经什么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，师傅。师傅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在人的一生里面，什么是最大的幸福？什么是最大的痛苦？最大的幸福就是小芝，
秀芝。陈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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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真。你已经没有选择了，你已经无法做他的女人了，你已经没有选择了，你已经无法做他的女人了。请。张掌门，你看，这是哦，前几天师伯和伊藤比武，结果师伯，张掌门，你们几位稍等一下，我去叫一下师傅。赵姑娘，师傅呢？他在休息。王先生和张掌门来了。赵姑娘，张掌门、王先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霍师傅呢？袁家他太劳累了，在休息。哎，我们坐下来说吧。实不相瞒，袁家在狱中被那些俄国人强行注射了鸦片。哦，竟有这种事！不过袁家出来以后，已经戒烟成功了。哎呀，本以为俄国人也就是严刑拷打罢了，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毒计。他们原本是想以击败袁家来打击国人的士气，可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。听说这烟瘾一旦染上，很难戒除啊。霍师傅的毅力实在令人钦佩啊！这也多谢大家的帮忙，特别是袁家的兄长袁武大哥，他代替袁家出战，跟那个伊藤。伊藤？哎，京城里好像没有这个人的传闻啊。他是什么来头？这个伊藤好像是专门奔着袁家来的。据说以前袁家在天津击败的那个日本浪人宫本，就是这个伊藤的妹夫。霍师傅是想先找俄国人报仇呢，还是想先找日本人报仇呢？
眼下我管这么多事情，元甲又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是等伤养好了再说吧。赵姑娘，恕我直言，眼下呀，霍师傅还有比报仇更迫在眉睫的事啊。王先生这话的意思，赵姑娘，你看，赵姑娘，这是上海武术总会会长给张掌门的信。眼下的上海，租界做大，盗匪横行，他们希望北方武林能派一个高手去上海开辟武馆，改良民风，抵御外辱。我们一致都推荐霍师傅去，因为霍师傅击败俄国大力士的功绩呢，已经是全国闻名了。如果霍师傅能去的话，我们相信上海的局面肯定会有很大的改观呢。这个我明白，我会跟元甲商量的。不过，哎，赵姑娘，我觉得此事还应该以大局为重啊。那好吧，我去跟元甲商量一下吧。这是总部的信，总部又给我们布置了新的任务。我和你，我虽然很遗憾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得不成为工作的伙伴。什么任务？万国比武大会。万国比武大会。是的，大清为了鼓舞中国国民的士气，打算在上海举办第1届万国比武大会。这是一次面向所有国家、所有派别武士的比赛。只要是拳脚或是冷兵器都可以参赛。那总部的意思是？你是日本第1高手，难道还要派别人去代表日本参赛吗？好，我接受这个任务。既然接受了任务，就不用再找霍元甲私下比武了。你是说让我在万国比武大会上击败霍元甲，是吗？没错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将在最后的决赛中击败他，然后捧起那个所有中国人都视之为囊中之物的奖杯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声威将会令每一个中国人不寒而栗。这个样子置霍元甲于死地，才大快人心呢。爹，师傅，大哥，我霍元甲能活到今天，不是苍天眷顾、福大命大，也不是随波逐流、明哲保身。我这条命全是靠大家的血泪和性命换来的。每次遇到这样的事，我越是不能后退，总觉得有很多双眼睛默默地盯着我，使我一刻也不能停下来。仔细想想，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担。但是这一次，大哥，我会用伊藤的血去祭奠你的亡灵，什么武林的事都归武林去吧。我要做自己该做的事，不然我愧对你们的亡灵。陈真，你回来了。啊，陈真，刚回来啊？哦，二舅回来了。真生，真生，怎么了？元甲他不见了。啊？陈真，什么？钟狗狗，把鞭捡起来！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？你到底是谁？霍元甲。霍元甲，霍元甲，你就是霍元甲？不错，国家主人交代，让我们4位先招待霍先生。
霍师傅，你竟然用南派流花剑法来迎战我东瀛武士刀，倒颇有我剑道的韵味。我不是来说剑术的，我是来报仇的。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你嗔火旺盛，心虚气结。就算你没有抽过大烟，我也肯定的告诉你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更何况，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霍元甲了。鄙人有一个爱好，专门收集你们中国人的辫子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你哥哥霍元武的辫子。你出手的力道就像个娘们儿，你现在就是个东亚病夫。先不杀你，到了万国比武大会上，我再当着众多中国人的面，再慢慢的折磨你。元甲，元甲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出去走了走。你下次出去要说一声啊，我很担心你。元甲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觉得我做不回以前了，做不回以前的霍元甲了。人的力量，不都是从心里来的吗？当年我爹死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。可是后来我想，我的心里有你，我的心还没有死。元甲，你的心呢？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知道你劝别人的时候可以，但是轮到你自己，一想到元武大哥的那种惨状，再加上你刚刚戒毒成功，急于想证明自己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的越多，就越难以战胜自己啊？元甲，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已啊。
袁甲，云姐走了。她去哪儿了？她可能是回静海老家了。这是她留下的。袁甲，我走了，好好照顾倩楠。冬天风沙大，窗缝要拿碎布头封好，记住要拿2分厚的，不然不管用。王云。你这2天都去哪儿了？我去弄清楚我的身世。弄清了，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不后悔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没什么好后悔的。那好，你可以继续作为我的属下，为我们的国家效命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条件？作为特工是不能向他的组织提任何条件的。但是我要提，否则我会向上级告发你。你也知道，我查了我的身世，我根本就没有满18岁。好，什么条件？条件很简单，陈真必须死在我的手里，其他人不能碰他。你居然还没忘记那个中国白痴！我必须亲手杀了他，来向组织证明我的毅力。好，我已经向霍元甲发出了万国比武大会的倡议书，他们下一步很可能去上海，你会有机会实现你的愿望的。师傅，找我来有什么事？没有，我们好像好久没有在一起喝点酒、吃点花生了。上一次呢，你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，什么是最大的痛苦，我说了，但是你还没说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和王姑娘怎么样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振生都已经告诉我了。那晚你跟他借钱对吧？啊，你别怨他，他也是关心你。我可以拿些银两给你。坦白的跟你说，我在静海和大师伯比武之前，倩楠想和我离开静海私奔。我们约好见了面之后，我是真的想跟他走，但是想了想，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不能逃避，要有责任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我觉得师傅，你说的对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又没有家，从小跟师傅学武功。那时候就想学师傅的样子，直到后来我认识了秀芝，我真的觉得人生就像重新开始一样。但面对现实，我想要的东西都不是我能要到的。可能幸福真的跟我无缘吧。不是，幸福是要争取的，也一样要付出，这需要时间。唉，也许吧。对了，我想在上海开武馆。上海？是。还有一件就是，上海即将要举办万国比武大会，我打算参加。那个日本人呢？也会参加。
师傅，这地方100两银子一年，还挺便宜的。这房子是挺大的，但是太破旧了。哎，你们来看，这家以前也是开武馆的，现在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嗨，欠赌债呗。原来这个武馆的人啊，不是赌就是抽，听说还曾经有不少徒弟呢。现在啊，走的走，散的散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楼上乱七八糟的，哎，我看京城那些掌门啊，就是嫉妒你的名声，哎呀，害得我们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。不一定啊，没准是生蛋的地方。啊，振声啊，和那些徒弟们说，如果他们想，你们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？你呢，陈真？我下火车的时候听说上海很好，但是现在见了，也不过如此啊，是吧？答案。这儿跟天津差不多，大街上也尽是些真洋人假鬼子。不同的是，这里的人不像天津，好像不知道师傅的大名啊。这里人是不是不好武啊？那振声呢？师傅，我到哪儿都觉得无所谓啊。只不过我看师傅不仅不失望，反而还挺开心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我觉得，与其说是鸟不拉屎，倒不如说是天高任鸟飞。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名声，也没有势力，但是这里也没有江湖教条、门派之争，况且这里没有朝廷的阻挠，我倒感觉自由自在。我们可以从头开始，创立一个全新的武馆，将我们的精武精神发扬光大。请问是霍师傅吗？你们二位是？霍师傅在上，霍师傅在上，请受小人一拜。在下边云山，是天津静海人。这位是我的朋友张文达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爹是卖水果的吧？哎，振声，你看是不是啊？哦，对，是的，正是。我们久仰霍师傅的大名，听说您打败了俄国大力士，给咱们中国人长了志气。我们俩这次来，就是想成为您在上海收的第一波徒弟。元甲，鸟真的生蛋了。好，起来。谢谢师傅，起来。云山、袁勇，把那个桌子搬出去吧。好嘞。哎，文达，你把这凳子搬起来再擦啊。好。然后把这个门板搬出去。好。哎，大安，楼梯一定要擦干净啊。好。哎，你把这边擦擦，一定擦干净了。哎，振声，你把这边的地扫一扫啊。好。大伙儿今天辛苦了啊。我的看法，大家以为如何？师傅说什么，我们照做就是了，对吧，师兄？可师傅的这些法子都是没有先例的，这些也只是想法，到底怎么实行，你也没说明白。当然是没有先例的，不改革怎么会有变化？不过现在还只是设想，不会实行。师傅，外面有个主管让的人说要见你。是谁啊？他说是你的朋友，好像说是姓农。哦，哎，快请。龙兄，你好，很久没见了。你们好。哎，怎么了？进去再说吧。好。龙先生。我在京城听说你在广州闹革命，你的腿是不是因为这样？你说的对，我的这条腿是在广州的时候给我留下的纪念。比起我那些埋在黄花岗的弟兄们，惭愧啊！哎，别说惭愧，我很佩服你。不过农兄，请问你这次来是不是想和我们一起切磋下武学？霍兄，我这条腿里面有3颗子弹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枪炮方面的事情我倒是可以教教你。我这次来，我是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的：现在的社会已经是枪炮的社会。我们讲武术，开武馆还有什么用？
如果要开，我们要开一家怎样的武馆呢？哎，正巧你来之前，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我这里带来一份东西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这是一份英国的报纸，叫《泰晤士报》，上面记载了1908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对，在先秦时期就有乡社之礼，而在当时西方有个国家叫希腊，他们也有一些相类似的体育竞技运动，他们把这简称叫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当时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是一样的，小国林立，战争不断。可是很有意思啊，每当他们举行这个赛事的时候，每个国家就会停止战争，保证这个赛事的正常进行。哦，可是很可惜，很快随着希腊的衰落，这个赛事就没有了。前些年，法国有一个爵士叫顾拜旦爵士，他开始奔走于各国之间，倡导大家要重新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同时也大力倡导各国国民进行体育锻炼。龙先生，这个想法跟我师父的很相似。对啊，是很相似，不过他可没霍师傅这么好的武功。哎，可是这个人毅力可了不得啊！他奔走于世界各地，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，终于在公元1896年，也就是我们光绪的22年，还是在那个希腊，召开了第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当时5大洲各个国家都派了代表参加，只可惜啊，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，根本没有心思派人参赛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